如果喺呢一刻喺香港落到街做個街訪，問下大家人生目標係乜嘢，10個8個9個都會話咧買樓啦、發達啦，唔使做啊。錢喺今日嘅遊戲規則入邊咧，確係非常重要嘅。你諗下，冇錢冇樓啊，等同失敗者噶啦。所以我哋都好努力咁向上游、向前衝。咁諗咧，一定係冇錯啦。而我曾經亦都係咁。不過啦，我蠢過大家好多，一畢業咧就負債80萬，所以之後嘅路咧就比普通人咧衝得更加癲啦。去到今日，你睇我嘅錢銀上面好似冇乜問題，都算係財務自由啦。咁做咩好講呢？都叫做過咗半世人噶啦，講起上嚟都好慘啊！不過咧，正正就係過咗40歲生日之後，呢幾年咧諗得好清楚，我上半世做啱做錯啲乜嘢，結果就係好後悔。人生呢一隻 game 咧，我原來一路都行錯咗。我精心為自己打造嘅財務自由之路，背後付上咗極大嘅代價。呢集嘅內容，連字連稿連例子咧，都係我自己親身由頭扭到落尾噶。睇完今集之後咧，我擔保連你對錢同投資嘅方法都可能咧今日會作出改變同改觀嘅。如果唔係嘅話，當古仔聽咗咪算咯。如果對你有幫助嘅話，喺街撞到我講聲喂唔該晒，咁就得噶啦。咁但係咧都記得啊，中意今集嘅內容咧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搶先睇啊 ，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，等多啲人咧了解更加多嘅投資理財知識啊嘛。後生時以為聽個 number 攞 tips 就可以發達，結果輸到欠債80萬。後來發現基本分析配合技術分析，出入市先係王道。講求買乜嘢、幾錢買、幾時買，以時間累積財富，最終以超過1億資產財務自由。我喺度分享我嘅翻身故事。喂，阿叔，你上晒岸啦，先同我哋講啲心靈雞湯。呢個阿媽係女人道理啊，咪又係得個講字。嗱，呢位師兄，你講得係冇錯嘅，不過咧啱咗一半啦。因為呢煲雞湯咧都係我自己用咗40年熬出嚟嘅，都唔係得個講字嘅。最重咧，我認為錢唔係人生嘅全部。其實一畢業揾份工，儲錢結婚生仔，買車買樓去旅行，呢個都係大部分人香港嘅生活啦。之但係每一 part 咧都係錢嘅人咧，點樣唔去追住錢走呢？得嘅話就唔使日日 OT 做社畜啦。大家嘅苦況咧，我當然認同啦。我當年咧都非常之慘嘅，因為咧我爭人80萬啊，做到社畜咁啊，都只係能夠生存，家庭健康更加唔使諗啦。旅行咧更加無限遠啦。我38歲先第一次去日本旅行咋，當時我拍片話第一次去都俾人笑啊。咁我負債故事咧之前都講過噶啦，有興趣咧可以睇翻呢條片。幾年前啦，有一日我仔問：如果去時光倒流從頭嚟過嘅話，我會揀翻去幾時呢？我即刻9秒9就答啊！我唔想時光倒流啊！我可以話咧，我而家擁有嘅家庭啊、老婆仔女啊、阿媽嘅健康，我自己就唔係好健康啦。但係咧，我都唔想從頭嚟過。時光倒流就有機會咧避開呢個黑暗歲月。但係咧，如果你連賺錢嘅目標同目的用嚟做乜都唔知嘅話咧，飛機航道只一偏離，足以帶我哋去到另一個目的地噶啦。所以啦，如果人生嘅終極方向一錯，今日所有發生嘅嘢都一齊會跟住錯，最後咧去咗一個錯嘅終點。如果導航自己人生嘅方式咧，從來冇改變嘅話，就算俾我時光倒流99次啊，咁又有咩意義呢？如果係咁，倒不如我錯一次，吸取教訓，然後做好日後每一個決定。但係有一樣嘢真嘅，就係我赤裸裸咁分享我2個內心深處最痛嘅教訓。有一種債咧，過咗時係永遠都還唔清嘅，係人情債。呢條數咧，原先我就爭落咗好耐㗎啦，而我嘅債主係佢啊。由細到大，我同我阿嫲關係咧係非常之好嘅，佢錫我係錫到窿，擺明咧係偏心嗰隻㗎啦。到我喺加拿大負債返香港嘅時候，當時咧同我阿嫲一齊住，不過啦，我哋咧實際相處嘅質量唔高。因為啦，我全部精力咧集中於點樣揾錢、點樣還錢。當時我阿嫲健康咧走下坡，高血壓啊、糖尿咧都幾嚴重噶。我更加知道咧要去孝順佢啦。只係咧覺得咧仍然有時間，只要我還晒啲錢，等到生活穩定啲咧，等到點之後就可以陪佢多啲，帶佢出去玩嘅。可惜我越花時間去揾錢還債，人情債就越多。到我想孝順佢多啲嘅時候咧，佢已經有少少老人痴呆，唔係好認得人，最後入埋老人院同埋入埋醫院，要人咧貼身咁照顧啦。
其實諗深一層，5年之後我先帶我阿嫲去法國盧森堡公園，都唔及我而家即刻帶佢落樓下公園散步。不過今日嚟講，我已經無能為力。我阿嫲咧喺我結婚前一日咧已經離開人世，我再有幾多錢時間都永遠彌補唔到呢個遺憾。OK， 你以為我用咗10年時間，終於學識還人情債啦？諗住咧每一年都帶我阿爸嚟加拿大感受下湊下孫嘅生活，享下福咁啦。有一個疫情咧，全世界封關，舊年一開關，我阿爸咧就已經過身啦。做老婆我都對佢唔住噶，點解咁講呢？試問啊，有邊個去 honeymoon 嘅時間啦？7日有5日咧係睇市睇到4點鐘晏晝收市，先能夠陪老婆啊！真係有啲想喊啊！我記得2012年 honeymoon 嘅時候，我哋去巴厘島，撞正美國主權評級嘅問題仲係延續緊，歐豬五國債務問題咧炒到火紅紅時間，我唔捨得唔睇個市，日日追住個市跑，驚錯過咗好多嘢。就算到個經濟上有翻多啲能力啊，我都選擇時間放喺工作，而唔係屋企人噶。呢件事咧去到2019年噶。其實如果一早研究被動收入，又或者學習對沖，學識鎖倉成個組合唔俾大市走勢影響，我可以 free 好多時間做自己嘅嘢。去到年紀，甚至問嗰啲哥哥姐姐啦，10個9個咧都唔會話好後悔賺得唔夠多噶，而多數後悔咧都係錯過一啲關係，或者希望咧想修補啲關係。頭先我講嘅3個重要人物，只係一個屬於我自己嘅例子。唔知大家有缺席過身邊人嘅邊段日子呢？人生咧其實好多要平衡嘅。如果只係平衡錢一樣嘅話，好容易咧同關心我哋嘅人作對。我哋咧亦都同呢個戰友作對，就係我哋自己嘅身體啊！唔知由頭到腳啊，再由裏到外嗰隻身心靈咧都被摧殘。講翻啦，之前最慳錢嗰期咧，大部分時間一日一餐食碗仔翅啊，瘦到得翻155磅。喂，大佬啊，我接近6尺高，真係皮包骨咁滯噶啦。好啦，到我有翻啲經濟能力之後咧，我都係唔聽身體嘅說話噶，繼續透支自己健康，為咗賺錢同埋終極成功，麻醉自己，日日開行 turbo 取到爆。除咗每朝7點做定功課即市交易啦，下晝1點鐘就翻工，7點準備咧操尾盤，凌晨2、3點收工。去到後期咧，嗰陣時要拍片啦，夜晚仲要教班，一晚啊企住喺度5、6個鐘，去到11、2點。呢個 loop 我記得係2015維持到2019年，咁搞法咧真係燃燒生命啊！大家都知啦，人嘅體能咧喺30歲就係到咗高峰，然後咧只會逐級咁遞降噶。我就係喺最關鍵嘅時間親手破壞咗自己嘅副計。而家除咗痛風啊、糖尿病，仲有日日咁企咧，令到我咧確診咗，其實我盤骨已經外旋啦。醫師都話至少做6個月物理治療先至能夠好轉。鬼咩？當時1個星期3晚仲要瞓公司，瞓公司係瞓豆袋啊！除咗身體，精神都處於極度繃緊狀態，焦慮、OCD、depression 全部揾上門。有個 depression 嘅朋友咧，先至能夠了解㗎。日日好似俾人打到一身冇晒力咁樣，實在筆墨難以形容啊！平時已經耗盡所有精力，又係繼續又要同朋友啊、屋企人、同事面前扮冇嘢，最後咧又要食藥，又要見輔導，先慢慢爬翻起嚟。而家我就冇乜事啦。頭先講到，因為成個策略多咗被動收入啊，或者對沖呢一招咧，亦都啦有人幫手啦。我當然啦已經唔會咧咁樣操盤法噶啦。以我自己為例啦，我由炒賣為主咧，變咗主要嘅倉咧係揸中長線。我原先以為呢一種嘅組合咧會太過保守，實差過日日 trade 啦，因為我做少咗嘢啊嘛。但係其實咧多勞多得咧，投資界或者任何生意咧唔一定成正比噶。咁我主要咧都係靠啲基本面去揾一啲增長型收息股，例如 Costco 啊、Dollarama， 3至5年咧年價帶息可以翻一翻㗎，亦都唔揾啲過於保守嘅傳統收息股咁，淨係賺息但係蝕價㗎。重點啊點都好，就係啦，揾個方法咧可以既投資又可以騰空翻啲時間，而且注碼一分開咗，亦都直接減少你投機倉壓力，壓力一減少，風險回報就有化咗啦。我認為投資其實同做運動一樣㗎。唔係咧死取爛取咧就變大隻，咁可唔可以喺策略上調整下，俾自己有 cheat day 同埋 rest day 咧？唔使拳拳都出，日日都 trade 噶嘛。好多交易者自己 burn out 咗，其實都唔知噶。仲要啊，你覺得冇問題，但係身邊朋友親人咧係受盡你脾氣，關係、精神健康啊都長期負債。你估啊，最終影唔影響你交易表現咧？講到最後，我哋係人。
人就有情緒，情緒係一定影響表現嘅。我都諗咗好耐啊，究竟點解有咗錢之後，達到本身想成為嘅人之後，仲反而有咁多反效果呢？終於啦，有一本書咧開始解通咗我。2019年一本書推出咗，叫做《The Second Mountain》第二座山。咁喺我研究部艾文咧叫我睇嘅，入邊提到每一個人咧一開頭都會面對第一座山噶。嗱，呢座山好似係傳統嘅成功象徵嘅嘢，譬如啦事業啊、財富啊、名譽等等，俾人咧感覺光鮮亮麗，征服咗會好型咁樣，起勢咁爬。到真係登頂嘅時候咧，你會發現個風景不如預期噶，得唔到真正嘅滿足。然後啦，我哋嘅目光會轉向遠處嘅第二座山，呢座山睇落冇咁吸引。但係啦，登山嘅過程咧，埋藏咗生命嘅深層意義同埋人際結連嘅寶藏。哇！我當時心諗你噏乜啊？聽完咧即刻就暈咗一暈，真係好遠好離地噶。不過就係呢個觀點令我視野拉闊咗好多，叮咗一聲，發現啦自己根本冇諗過人生真正想要乜嘢嘅。20幾歲我咧就係淨係追住錢，要征服呢樣嘢，征服嗰樣嘢，冚唪唥關錢事嘅。到30幾歲啦，要結婚，同埋第一個仔一出世，真係改變晒我。我真正要乜嘢咧？原來我要時間嘅，以為好醒目啦。到呢幾年咧，我真正要嘅唔止係時間，我仲其實要埋健康。跟住呢本書話俾你聽，唔好再錯啦，健康都唔係你終極要嘅嘢，所有呢啲嘢都係第一座山入邊。係一個中轉站，而第二座山先係人生嘅終極追求，先係終點。講翻今日啦，我仲揾緊咧第二座山係乜嘢嘅。不過啦，要去到第二座山，我發掘到係有3條橋，人生一定要滿足到。嗱，我試下講出嚟，唔知大家認唔認同，或者會唔會對你而家生活咧作出改變？呢3道橋咧，分別就係金錢、時間同健康。我形容咧係人生3種貨幣。而呢3種貨幣，除咗金錢可以逆轉咧，其他嗰2種貨幣咧喺生命入邊只會遞減，直至去到0。如果我30幾歲、20幾歲已經諗呢個問題咧，我成個視野確係完全唔同晒㗎啦。第一道橋係金錢。我記得啦，10幾歲一開始移民加拿大嘅時候，我屋企咧由中產變到低產，但係啦已經買咗間5000尺嘅屋㗎啦。我媽當時為咗應付按揭、保險，日日咧擔心生計，睇唔到將來噶。佢成日口頭禪制啦，搞掂今個月先算啦。呢句說話咧，由我12歲聽到畢業。我哋全家為咗慳電啊，好一段時間夜晚只會喺廳度開燈，房一律唔俾開，除咗讀書打波咧，都冇乜其他娛樂。第一條橋嘅魔力係你唔行嘅話，好多嘢你其實做唔到、諗唔到。我唔理你日後想去邊，想征服千千萬萬座山都好啦，佢都係咧第一張入場券。冇錢好多嘢得個講字就可以咧慳翻啖氣噶啦。但係那邊廂咧，有人淨係諗住賺錢，包括啦後生嘅我，都覺得咧錢係終點，搏命跑，迷失咗自己，仲 miss 咗時間、健康呢2道橋入口。第2道橋咧就係時間啦。嗱，有咗錢。足夠嘅錢咋？以為咧自己唔窮啦，但係另一個戶口咧依然係好窮噶。呢個就係時間啦。作為4個細路嘅爸爸，佢哋會尊重一個賺少啲錢但係喺屋企陪佢哋爸爸，定係賺好多錢但係冇時間一齊嘅爸爸呢？我肯定你會答係前者。我相信大家都係咁答嘅。鬼唔知啊媽女人咩？咁而家真係冇錢，真係用時間去換金錢翻嚟啊嘛。但係世事無難事，有咗目標咪學咯。目標都唔知嘅話，連學嘅需都以為冇啦。嗱，畢業之後咧，我都曾經有諗過，到底有咩方法可以槓桿時間呢？即係將時生最大化，而且唔需要手停口停啊！後生都諗過下噶，你又覺得呢？終於俾我諗到啦，就係做基金經理啊！我只要花1份嘅時間研究一套有效策略，即係而家教緊大家策略啦。無論係有100個客、1萬個客都好，我都係花緊同一份時間啫嘛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我計漏咗監管嘅影響，之後啦唔做咯。不過 anyway， 我都想分享嘅係成套揾錢嘅系統，唔該大家要加入 ROTI 概念，即係 Return on Time Invested。識嘅就即刻做，唔識嘅即刻學，免得自己入錯行。之前有2集同大家分享過咩叫 ROTI 噶啦，有啲職業咧係 ROTI 特別高，
有啲特別低㗎。例如咧，將100% 錢去 day trade 咧，其實係一個 ROTI 極度低一種。詳細係點解嘅？睇翻呢兩集啦。第三道橋咧就係健康啦。留意唔係 life span， 係 health span， 即係咧講緊你要追求有品質嘅壽命。我識得有對 uncle auntie 啊，兩位咧都係高層，佢哋非常勤力為公司賣命，會慳家儲好多錢，一直倒數緊佢哋退休日子。但係啦，退休之後咧一次旅行啫，阿 uncle 咧就中咗風，一直拖得就拖健康債，一下就還翻晒。唔好話中風啦，好多上咗年紀嘅人，再一唔小心跌一鑊，就可能要攞拐杖噶啦。你話係命運咩？其實又唔係喎。好多嘢我哋可以年青嘅時候做，例如飲食習慣啦、做運動等等啦。而且後生慣咗唔做，唔通啊人越老越容易改變咩？如果健康呢條橋行斷咗嘅話，即刻 GG 噶啦，連第一座山都行唔完，合埋眼時候仲諗第二座山。老實講啦，大家表面上啦，好似見到我嘅第一座山行得幾順喎，有屋企、有錢、有財務自由、有時間自由。得啦，其實我深知道，我已經兜咗好大個圈，先嚟咗第一座山頂。開頭講過啦，我唔想時光倒流，因為我知道咧，根本一開始我目標係 aim 唔準，所以希望啦，借今日嘅故事同大家分享，大家咧可以唔使好似我咁樣，早啲認清自己終極目標，然後諗下今日點樣調整，運用你手頭上有資源，包括金錢、時間、健康，冇呢個資源去揾，冇呢個學識去學。但係唔好再學錯嘢、揾錯嘢啦。我得啦，我自己而家行緊第1.5座山咁啦。不過啦，我至少咧已經鎖定到我想行嘅方向，唔使再兜兜轉轉，知道咧終點應該係邊度啦。我首先咧要處理好自己先，越會處理好自己，你可以給予嘅嘢就越多。之後我希望咧做到唔係自己一個人財務自由，而係影響咧多啲人財務同時間自由。近來咧死亡咧對我感覺好似越嚟越近，我真係幻想自己 funeral 時候咧有咩事發生緊。第一，我有隊 band 隊好開心咁離開；第二咧，我想現場嘅人同我講聲多謝。你瞓喺棺材入邊，你要錢咩？你要時間咩？我只希望咧我或者大家一齊可以創造到 ripple effect， 正面咁影響他人，哪怕係乜嘢範疇，幾啲微小都好啊！各位朋友，無論你而家去到邊個階段，都好多謝你睇到呢度。就算啦，未揾到第二座山，完全唔出奇㗎，因為我哋得非常之遠，好似好離地咁。其實最緊要就係投資自己，承載更多，先可以給予更多。咁你呢？有咩令你自己心靈真正咁充實呢？呢個真係靠你自己啦。俾啲時間自己沉澱一下，希望大家揾到方向。如果你已經知道咧終極目標，只係咧財務上仍未到轉車站，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參考一下我嘅10年財務自由課程。只要有個計劃同系統，係可以幫自己行快幾步，快啲爬上第一座山。如果投資嘅方法正確嘅話，都係屬於極高 ROTI 嚟㗎。下面 QR Code 或者 description link 有個免費嘅1小時工作坊，有興趣大家不妨睇睇啊。臨尾問大家嘅問題，頭先問過㗎啦。我認為人生3道橋分別係錢、時間同健康。你而家行緊邊條橋呢？ A 飯都開唔到啊，未行完第一套橋啊。B 明白時間重要性，研究緊啲高 ROTI 嘢做㗎啦。C 夠飯開夠時間，冇似阿 Sir 你咯，體驗緊第3套橋啊，健康真係好重要咧。D 夠飯開夠時間夠健康，揾緊我心靈重點係乜嘢？歡迎各位咧下面留言區解釋你答案，或者寫低想我同大家講咩題材啊。中意今集內容嘅，記得訂閱頻道 like 同埋 share 個片，就有更多人咧知道呢類嘅理財投資教學噶啦。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啦。投資唔係大學專利，下次見大家，拜拜。